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在以色列的死海，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濒临死海，一个是约旦，那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。在我之前的影片呢，我有介绍死海的玩法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因为妈妈快要离开以色列了，所以就想说带妈妈来度假。没想到呢，居然遇到了下雨天。那死海的年降雨量呢是65毫米，几率是非常的低，碰到下雨天。这里呢是死海的公共海滩，叫做 Mbokek。那现在是战争期间，只是在刚才下雨之前，其实还是有人在那边玩。这个雨好像没有要停的趋势，所以我们就先提早去旅馆，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提早 check in。那这边呢就是死海公共海滩。是完全免费的。这里呢是换衣服的地方，那边是可以冲水洗脚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厕所，厕所的天花板呢也不是真的屋顶，是会漏雨下来的。那我其实觉得公共海滩就很好了，因为免费的嘛，没有比免费更好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家在2016年的时候去约旦玩，然后那时候住了很棒的死海度假村，然后那个价格呢是以色列的死海的度假村的1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决定了，就是不可能有一天去花这个钱去住以色列的死海度假村，因为已经有免费的，然后约旦的又比较便宜。可是呢，今天就是比较不一样。为了要带妈妈来住看死海度假村在以色列的这种感觉，还有带一个宝宝，所以就来看看到底是不是那么的不值得。这个饭店其实它就只是一个饭店，它不像是一个度假村。然后它要走到公共海滩呢，也是一样啊，要过一个马路，然后可能走个3分钟这样。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可以让你们就是有一点参考，就是说如果我的行程真的要让我非得要住在死海的饭店1个晚上的话，那我的期待值应该到哪里？因为如果你以为它是一个死海的度假村的话，可能它不是那么的好，可能会让你失望啦。那顺带一说呢，就是这间旅馆外表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它其实是在网络上评价最烂，然后价格最便宜的。终于快要到了。脚很好玩啦。这个电梯在安息日的时候会变成安息日电梯，就是每一层楼都会停。来开箱房间喽！这里有一张大床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一张沙发床，因为这是一个3人房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阳台，阳台外面就可以看得到死海。欢迎光临，王爷来了。呢，这个是厕所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这里有标准的干湿分离的淋浴间，以及没有看起来好像是吸尘器的吹风机，因为以色列有一些旅馆，它的那种吹风机长得真的是像是那个吸尘器。然后呢，这里有浴缸耶，然后这个可以让它玩很久，可以照镜子。其实它的那个空间是蛮大的，因为你看那边还有一个书桌耶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桌子可以工作。它的床蛮大的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更多的死海耶，哇！妈妈还满意吗？比我想象的好，因为我一直说是最低价。我想象的就是那种最 low、最 basic 的那个床，然后刚刚好就没有什么空间的那种，然后也没有柜子，也没有 view， 我就打算过来自闭了。也对啊，这个还是中规中矩。你看有衣柜，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非常好。我们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看过死海，我妈妈说太完美了。然后这下面的设施呢，目前是没有开放。3点钟天晴了，耶！等一下再去，现在宝宝在睡觉。你在骑马吗？
还是在按摩啊？嗯，哎，你这按摩还不错哎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加油加油！要付你钱吗？宝宝按摩。现在呢是下午4点多，天呢已经完全的放晴了，非常的美丽。现在的天气真好。然后现在死海的湖面的颜色也跟刚才很不一样，然后已经有人回到海那边去玩了。那我妈妈进来，她就说：“啊，这里太完美了。”那因为妈妈很满意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划算。因为如果妈妈不满意的话，就算今天我是付150块而已，我也会觉得很不划算。那今天就是妈妈开心，那这就是比什么事情都还要更重要。这间旅馆呢是3星，然后3个人$275，含早餐。我们约旦住的那一间呢，目前是双人房100块。就是我觉得是看个人的需求啦。有的人他的需求是我要碰到水，我要泡到海水里面，我想要把我自己抹得黑黑的。对呀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并不想把自己弄得这样湿哒哒的、咸咸的。可是不然你不去做的话，死海就跟任何的海一样，它就不特别了。对，可是问题是这边的海它没有办法，它没有泥。对，等一下，给大家的攻略就是，以色列南部这边的死海虽然说没有死海泥，但是你可以买这样1包，然后才小包5块 shekels， 大包的话是2包15 shekels。对，可是买的跟我泡在水里面，然后一抓一把，然后往全身抹还是不一样。然后这包又能够抹多少？这可以抹2个人。如果说你这一次来旅游，你是同时也会去约旦，也会来以色列的话，那我比较倾向是在约旦那个地方。对啊。但其实小孩不能去死海啦，所以我们用看的也是蛮好的。对，我觉得就是看你这次来旅游的组合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才来决定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娱乐方式、消费方式。这个大厅很棒哎，哇！好了，我们趁着太阳下山之前，赶快去死海的海滩玩。从外表看起来蛮好看的。那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示，就是死海这边的停车场，就算是在礼拜6安息日的时候，也都是要付停车费的哦。你如果没有付停车费的话，罚款应该是100 shekels。妈妈喂狗狗。哦，喂猫猫的，然后装狗大便的东西，然后好美哟啊！我妈妈应该很开心。那么美，那么美，可是我们要怎么走过去啊？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住在死海旅馆的感觉呢，比只是来一下，然后泡完以后，然后赶紧的洗澡，然后离开的差别就是，住旅馆的话就会觉得，我时间多到不得了，然后挑我想要的时间，我想来的时候我就来，我不想来的时候我就不来，然后我就休息在旅馆里面。所以应该是差在就是比较放松，比较不赶行程啦。我觉得死海它不同的时间点，它的颜色不一样。对，它山的颜色、水的颜色，整个大环境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对。所以如果是住在这边的话，你一天你就可以观赏到下雨天，观赏到死海它各式各样的一个风貌，我觉得比较丰富啦。那你坐在这个，你在这边玩一下，你看完也就走，可能就是那个时间点而已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是像我们平常就是来免费的公共海滩，它就只是一整天的众多行程的一小部分，所以就不会特别安排时间，然后在这边好像消磨时间。对，我们这边就很 easy。对。红色已经没有了，但还是很美丽的。你要照相吗？你可以跳一下吗？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专门设计给轮椅朋友使用的，就这样子无障碍的通道，直接通往死海去。
开心吗？舅舅，你第一次的死海经验呢，就是吃脚趾头吗？不是啊，奶比我根本没有下海耶，不算啦。不算了。我可能要12岁的时候才可以。我现在是宝宝，宝宝不可以下死海。接机吗？这里呢看起来很像机场的航厦，但其实呢，这是在 Dead Sea Mall 死海购物中心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呢买一下死海的保养品，在台湾一条是1500，但是这里是大概台币600块。晚上的样子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了，但是我们就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间旅馆感觉就是蛮不错的，可是为什么评价那么差？然后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制度吧，因为我刚才付完了晚餐钱，但是在电话的时候有问他晚餐多少钱，然后那个数字就是你觉得不合理，然后可是在现场他又换了一个价格，然后我刚刚付完钱以后，他没有给我收据，我问他说那收据呢？他说不需要啊，你就去啊。好，电梯来了，很美的电梯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这些都是米饭，有鱼，有鱼，鸡肉、牛肉、鸡肉鸡肉跟香肠。这里还有一些不同种类的沙拉，有鸡汤，然后以色列人最喜欢放在汤上面的小饼干。这里有一些茄子。最后呢，就是点心哦，一些蛋糕，还有泡芙，这么乖，然后地上都没有掉哦，太厉害了。你觉得吃这个划算，还是吃外面的汉堡划算？当然是这个划算啦，这么多种肉，这么多种菜，还有好多甜点。所以呢，真的是价值的问题，不是金额数字的问题。其实死海这边有很多撤离的难民，是由政府安排，然后住到死海这边的饭店。但是住了好几个月，其实也是会蛮无聊的。我跑100米了没？夜游死海，顺便做个运动。就出来的太阳，我们来吃早餐了。这里呢是一些冷的小菜，像是鱼啊，然后生菜，然后热的菜有蛋、马铃薯、意大利面跟某些菜、蔬菜饼、番茄蛋早餐。最后就是看起来还不错的糕点，以及我妈妈一定很高兴的可颂。然后这里有 yogurt 跟一些早餐麦片和果酱。这边有巧克力 choco 就是巧克力牛奶跟普通的奶，然后还有自己泡的咖啡。这边是面包，这里有奶油跟3种 cheese。结果这里是有咖啡机的啦。这部分是刚才拿出来的，现在还在摆。我刚刚拿了这个杏仁的派，然后这个上面有面条的，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种甜点呢，这么好玩。我们现在要去海边了，然后呢，刚好看到旅馆很多的小孩要去上学，然后这些小孩应该都是撤下来的难民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们。死海的早上是有点冷的，17度。哇，那边看得到一点云，很漂亮。好多鸟哦。17度实在是太冷了，但是为了有完整的体验，我决定还是下死海泡一下。你看整个死海就你一个人，刚好还有一个人。
没有啊，现在没有啊。你今天包场的是吧？我刚刚回到旅馆洗了一个澡，现在觉得很放松，很舒服。我们之前用免费的公共海滩的限制呢，就是你只能在它公共的区域，然后就是淋浴，然后会比较尴尬啦。然后它的水是温水，不是很热的那一种，那就是勉强过得去。但是因为你是就是简单的洗一下，那边也不能换衣服，你换衣服就只能到一个更衣室，所以洗澡的地方跟更衣的地方是分开的，所以你身上一定会带一点沙子，然后就要带那样子的沙子，就是如果你还有接下来的行程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的不舒服。但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子，然后也都觉得还可以过得去。但是今天就是洗了热水澡，然后就觉得好像那种享受又再多高一层。现在要缺稿了，所以那个心得是更加的真实。我觉得看你如果说是要来玩附近的话，我觉得随便住住就好了。这就是随便住住，那我觉得这个价位是随便住住的价位。住旅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来回回有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喝一下水，上一下厕所，洗个澡，吃一点东西，换尿布。对，换尿布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据点可以靠近海，来来回回的去满足你的需求，我觉得是很价值的啦，很有价值。那如果说只是放个行李睡个觉，隔天就走人的那种，那就可能比较觉得还没有发挥的淋漓尽致吧。可是因为死海的话，也不会是只是睡个觉，因为你一定会玩啊。对啊，就是早上去泡一下，回来休息一下，吃个东西；下午再去泡一下，回来再休息一下，吃个东西，我觉得蛮好的。现在死海的颜色呢，又跟早上完全的不一样，我觉得还蛮奇妙的。就是可能太阳光打下来，然后它的折射就会让它的蓝多了很多的层次。我妈说旅馆适合老人家和小朋友，可以伸伸腿，我觉得有道理啦，因为不是都是年轻人可以克难。那所以我会不会推荐住在死海的饭店呢？我觉得总结来说，应该还是要看个人的预算。没有预算的话，就回耶路撒冷吧，因为开车的话就是1个半小时，然后可能价格就是稍微可以省一点，省不到太多。但是如果你们就是觉得反正死海的饭店也只是整个行程中的其中1个晚上，然后你们就是需要有一个房间好好的洗个澡，然后大家会比较开心的话，那当然就是选饭店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也就是开箱了死海区这边最便宜，然后评价也最烂的饭店给大家看了。那我觉得出乎我意料啦，因为它的房间很大，然后厕所也很大，用起来很舒服，然后床也很大，然后对我们也都很好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得罪了谁，然后6.3分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给到10分啦，因为10分的话代表很完美。可是给他8.5分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所以这个旅馆可以给你们参考。而且它的早餐的选择性还蛮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在以色列呢，早餐通常就是可能一个简单的以色列沙拉，就是番茄、小黄瓜、洋葱，然后柠檬汁就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一个番茄蛋，然后可能再多一个 hummus， 然后面包、咖啡，就这样没有了，然后可能还有很多的 cheese。可是这边就多了很多很多的新鲜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是很有诚意的，出乎我意料的好，所以这一点也是给他加分。好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有一些参考的价值，大家拜拜，要走了，太想睡了。